相父，你可还有什么心愿？臣就是想问问，陛下可以不答。臣那个不成器的陛下去了何处呢？悠悠苍天，薄于我。诸葛亮心于五丈原，哪怕过去了1800年，仍是华夏亿万人心中的一饮难平。夏人自知无力改变这一切，他想到了一个人，那个7世纪最强碳基生物亚洲州长，如果将他也带来，历史的遗憾是否能够改写？五丈原的风吹过400年，落在大唐贞观23年的终南山。此生俯仰无愧，要是真有来世，朕还要定鼎江山，还要为天下苍生洗出个朗朗乾坤。老李，你先别死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操！你是神仙，本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穿越者罢了。我要怎么做？戴上草帽，与我合二为一，在一个遍地英雄的时代，尽情的施展你的才华和抱负吧。这念头起时，翠微宫寒风殿里兜住了一缕400年前的风。唐太宗李世民闭上了眼。贼你妈！朕又活了！朕还只有21岁，还天天被一个大耳朵长手过膝的人逼着练刀练剑。我操！朕他妈是刘禅啊！最近的传言听说了吗？皇帝封囚了，好端端一个人起来莫名大笑天画地，还说朕既然来了，若是还令忠臣泪洒秋风，阴谋家窃据天命，九州江山生灵涂炭，朕就不姓虾。陛下，你本来也不姓虾。这不是重点，你怎么来了？陛下，臣是侍中啊，臣在宫里不是很正常吗？忘了。陛下这是喝假酒了，神神叨叨的。你这年纪轻轻，怎么像是大限将至啊？臣的身体一向如此，劳陛下挂心了。这是臣接到的前线军报，特来呈给陛下。虾世民目光一凝，拿过来扫了几眼，乃是赵云的疑兵已在击鼓拖住了曹真，丞相主力北出岐山，3郡响应，关中震动，趁陇右空虚之际，已夺下了天水。虽有伪帝曹睿亲临长安坐镇，又有张合援兵前来，但丞相还是说陛下不必担忧。丞相说了，如今马谡已开赴街亭，街亭易守难攻，只需多守几日，臣定能收复3郡。届时以大军迎击曹魏，使援军不至，则凉州不攻自破。嚯嚯，完蛋！这他妈马谡已经去街亭了，还玩个蛋啊！目光放远，虾世民贼尼玛惆怅。这厮自然不知道马谡守街亭的操作，他只兴奋着，雀跃着，两眼难得放光。这谁能想到？几年前先帝去后，蜀中人心惶惶，到处都是叛乱，缺粮缺钱更缺人。5年的时间，谁能想到不过5年，诸葛丞相就能令蜀中大治，还北伐至此。这倒霉孩子还不知道北伐马上就凉透了。望着贼兴奋的关心，虾世民恍惚间又见到大旱的落日，渐远的凯歌，跌坠进五丈原的秋风里。虾世民不笑了，招招手，从这里到前线，一封军报要走几日？放以前，无论丞相的什么消息过来，陛下看归看，从不会对此发表什么看法，多问什么问题。遇见这种捷报，更是只会开心。今儿不寻常啊！回陛下3、4天吧。说蜀道难，能有这么快？不是一直这么快吗？先帝从汉中至成都，这400里间大设一亭官舍，有意皆用快马。丞相更是将受命不传列为干犯军法，军报当然快。六朝就是如流水，皆成门户四季。见多了苟且偷安者，见到无论再穷再难，都不忘为北伐做准备的季汉君臣，虾世民忍不住喟然长叹。先帝之治犹未已，不屈不挠；武侯之居功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殊为可敬。陛下不是该称父皇吗？怎么也叫先帝了？朕总觉得叫父皇有点辱没先帝了。无论再快，3、4天也来不及了。这封军报来到这里，马谡也该到了街亭。
这次先帝就说过，言过其实，王莽纸上谈兵，没有死守之志，又想建功立业，绝不会老老实实据城下寨。张合又是个知兵的，岂会给马谡什么机会？街亭一战，马谡必败，丞相的北伐大计也会因此毁于一旦。虾仁带着李世民的记忆穿越三国。朕的父皇死了，朕还是长子。陛下您节哀呀！朕这回能落个好名声了。街亭一战，马谡必败，丞相的北伐大计也会因此毁于一旦。或许是虾市民的语气太笃定，也太平静；或许是早春的阳光太梦幻，竟让关心有了种陛下的判断才对的错觉。现在发军报去前线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以为该当如何？陛下，这未免有些臆断了。丞相自有。丞相也是人，丞相也会犯错。你且说，如果真有街亭之败，北伐还能如何挽救？要是连丞相都败了，臣真不知。你不想为你爹报仇吗？关心一下挺直了背，像一只受惊的猫，可随即他又萎靡起来。家父之仇是臣的私仇，如今曹魏才是大敌，臣不该因私仇而忘公义。所以你郁结于心，身体每况愈下。这次北伐要是能成，你还有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挥师东吴、报仇雪恨的那天。若是北伐失败，恐怕就要郁郁而终，是也不是。放心，既然朕来了，这次北伐就不会败。朕答应你，5年之内必让关将军在天之灵见到宵小如何受首，大汉江山如何一统。关心望着虾市民笃定的笑，脑海里终于蹦出一个词：舍我其谁。这让关心不知所措起来。从前的陛下可没有这种舍我其谁的少年义气，要不要给陛下泼点冷水，亦或是一咬牙一闭眼，跟着陛下向前冲？走，跟我一起去拯救大汉。关心本想说点什么，但望着虾市民的脸，口中莫名其妙就蹦出3个字：臣领旨。速去找郭攸之、董允还有向崇等人，朕要赶赴击鼓，没时间跟他们掰扯。这些人交给你了。陛下要去击鼓，赵将军所部是用来当疑兵的。除了小股骑兵，皆是屯田兵，打不了曹真的主力。朕去了，疑兵也是主力，朕倒要去长安城下转一圈，看曹睿还有没有那个胆子跟朕一决雌雄。那一瞬间，望着虾市民的关心，竟觉得这背影顶天立地，肩负日月。这皇帝真不靠谱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到了击鼓，还有赵将军拉着呢。老赵啊老赵，本虾再与你杀个7进7出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天策上将。话说我来了，那刘禅呢？坏了，朕的大唐！界定此地，我千叮万嘱，就让马谡据城靠水，老老实实下寨。没想到马谡还是立功心切，定要上山试试。几万人的心血，眼看就要付诸东流了。丞相，如今该怎么应对？长军能召多少兵马就召多少兵马，即刻前往街亭。丞相，马谡战败。马谡不仅败了，更是弃大军于不顾，孤身逃亡。这时蜀中那些为了兴复汉室而应征的热血儿郎，年轻的脸庞因他死伤上万。这皆是我一人之错。经此一役，张合的大军即将抵达，曹真也必定清楚了赵云所部乃是疑兵，腹背受敌，当下就不能不退了。 5年的日以继夜，深入不毛；5年的开诚布公，殚精竭虑，终于3郡响应，关中震动，凉州近在咫尺。可自己不得不退。退兵吧，丞相有惊天伟地之能，迟早能再打回来的。陛下有旨，请丞相不得退军，就地于街亭收拢溃兵，务必拦住张合。不是军国大事皆在丞相吗？怎么兵败之时忽然传来一张圣旨呢？跟姜维不同，诸葛亮接过圣旨，脑子里想的没有这些阴谋诡诈。他仔细看了圣旨上的玉玺，问斥候道：“这封圣旨真是陛下的意思？”千真万确，丞相，陛下不知发了什么病症，给关世忠交代完这封圣旨，就离了成都，往击鼓大营去了。啊！我刚投诚，蜀汉就出这么大幺蛾子。既然你从成都来，那你发这封军报该是在3、4天前。3、4天前，陛下就知道马谡要败。是啊，怎么陛下就能提前预知马谡之败呢？陛下说马谡言过其实，又想建功立业，得了独自领兵的机会，必不会老老实实去城下寨。张合又是个知兵的，是故街亭必败，北伐将功亏一篑。诸葛亮神色黯淡了一瞬，接着双目又亮起火光。
那是艰难苦恨繁霜鬓后，终于见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的飞扬神采。这么多年了，阿斗终于愿意继承昭烈皇帝的遗志，扛起大汉的旗帜，终于长大了呀！既然陛下知道街亭已败，北伐功亏一篑，为何还要丞相再次固守？丞相，您快写信劝劝陛下吧。陛下非说北伐还有挽回的机会，只要赵云将军能在击鼓击败曹真，兵逼长安，张合就不得不撤。所以陛下自己跑去了击鼓。什么？陛下去击鼓是要与曹真交战？诸葛亮难得失色，这特么岂止是长大了，简直是想上天了！关世忠也好，朝中诸臣也罢，就没人告知他击鼓皆是疑兵吗？陛下说，只要他去了，疑兵也能打成主力。诸葛亮无言望天，除了风声呼啸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就没人阻拦陛下吗？陛下真到了击鼓，赵将军也未必会跟陛下一起打这必败之战吧？那些来拦陛下的人，陛下不可呀！天子在此，拦阵者死，来人备马。虾世民的慷慨英风比先帝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于是便没人敢拦，也没人愿拦。末将不怕别的，是怕这样风采的陛下狂奔了3、4日，真打动了赵将军，拼死一战去！这斥候说不下去，嚎啕大哭起来。诸葛亮反而愈发平静，脸上甚至卷起了一抹笑意。其实陛下也知道，用不着这道圣旨，只要让我知道他去了击鼓，还试图与曹真一战，我就绝不会撤军的。陛下尚欲死战，臣等何以撤军？可为国家计。是谁在为国家计？难道只有你我所思所想才是为国家计？这不是为臣之道，也不是取胜之法。传令下去，就地安营，收拢溃兵，在令寻扎寨之处，务必把张合所部定在街亭。领命。陛下用疑兵破曹真主力，能有几分胜算？丞相又何必跟陛下去？或许是察觉了姜维的心思，风中忽然传来诸葛亮的声音：“我知道陛下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今既然陛下能站出来，我就相信陛下，就像先帝相信我那样。既然丞相不劝陛下回成都，末将便要去击鼓了，是生是死都要为陛下当个前锋。”望着斥候远去的背影，姜维忽然想到：忠志之士忘身于外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今日终有机会报之于陛下也。或许小皇帝说的对，只要他到了击鼓，疑兵真的能有一战之力。朕乃天子，速召赵将军来见。呀，原来真是皇帝呀！真是个鬼啊！为什么阿斗会冒出在击鼓大营啊？成都怎么连个信儿都没有啊？赵叔，不怪他们，是我跑太快了，马都累死了3匹。就算如此，时间也不富裕了。你赶紧把那造刀的仆员给我找来，我有事问他。不是陛下，你来干嘛的？到底？看什么看？朕叫你过来，你还看赵将军？怎么，赵将军还会抗命不成？去找仆员，顺便召集击鼓大营内外的工匠，要有大用。赵云就在边上看着，也不恼，甚至还有几分喜出望外。时令去办，虽不知陛下为何故前来，但果决明断，可喜可贺啊！赵叔不怪我，越俎代庖就好，实在是军情似火，拖延不得。究竟什么军情？就这2天吧，马谡已经完蛋了。到时候张合肯定会给曹真发消息，那边才是我们的主力。赵叔，你用一堆老弱屯田兵，就把曹真的主力吸引在包斜道。曹真知道后，定会率军来攻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马谡败了，几时的事？大概明天吧。赵叔别那么严肃，反正马谡败不败，你只需看曹真过几日会不会来犯就能知晓。陛下，倘若马谡真的败了，陇右必然难以支撑。我军还是尽早撤回，保全士卒为上。朕3天3夜奔赴击鼓，可不是来撤军的。朕已经给丞相下了旨，要他固守街亭。朕要在这里等着曹真来袭。赵云听令。赵云没片刻犹疑，立时拱手接令。虾世民胸中又涌起一股感愧，他知道这是大宝贝的阴魂在号令赵云。昭烈帝，你尽管去，朕不会再让赵子龙老死蜀中，诸葛亮命运秋风了。加派少骑密切关注曹军动向，派弩兵于包斜道设伏，动员所有骑兵听朕调遣。得令。从诸葛亮到赵云，没人生事，没人替阿斗做主。当阿斗自己站出来，
他们都对着阿斗笑，释然的笑，欣慰的笑，开怀的笑。这老大爷怕是下定了决心，若是有不协，拼上老命也要护着自己再次七进七出，活着回到成都。若是有这样的父兄长辈，又哪里会有什么玄武门 MVP？ 陛下已经安排妥当，但本部兵力疲弱，战力的确不如曹真。即便设伏胜了一阵，也无法扭转如今败局。伏击一阵可不是我要的战果。秦王用兵从来都是得势不饶人，痛打落水狗。要想追王逐北，凭如今的兵马是不够看的。首先用精锐骑兵突破曹军阵型，之后便能仰仗屯田兵与老弱汉军打顺风仗。招仆员与工匠，为的就是提升骑兵战力。咱们现在的很多东西我用不顺手，需在这几日内打造出一批我要求的军备。赵云还没从用不顺手这几个字上回过味来，突然意识到，陛下莫非还要亲自上阵杀敌不成？本家不装了，摊牌了，开挂。经常北伐的朋友都知道，打仗需要宝刀，咱们的须须不仅能帮助植物生长，更能在锻铁上发挥奇效。涂元呐，你只想到用水淬火，有没有想到其实除了水，别的东西也可以淬火？涂元还没等叩拜皇帝，就听皇帝一语道破天机。是啊，为何一定要以水淬火呢？水里可以加东西，加盐，加盐是不是会冷却更快？没那么多盐给你加，速去收集附近的动物尿液，以尿液淬第一道火，再用动物油脂淬第二道火。刚才选用也不必炒缸，朕这里还有其他法子。涂元目光灼灼，瞅着虾市民宛如见神。还请陛下赐教。用生铁精烧成铁汁，浇在熟铁上，自然渗碳为钢，几度熔炼便能出钢。再配上之前的淬火法子，朕许你节制一营兵马，能练多少就练多少。营中铁器怕是未必够用，那就去汉中收铁锅铁厨都行。就说是诸葛丞相要的，留个凭证给他们，反正他们也信得过丞相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！陛下有什么好宝贝要交予我？这就不得不为大家推荐一款。没接到。你不觉得这玩意只有一个很不合理吗？马踏不就是一个吗？马鞍过高，需借助马踏翻身上马，马踏也就是这个作用了，何须用到两个？嘿！这玩意不该叫马踏，该叫马镫。马镫不能是单边的，还得是双边马镫。人踩在上边，能双手持刀持矛，寻常骑兵就能跟虎豹起一较高下。如此说来，要是有两个，我就能稳住身形了。向来人都以为骑兵之精就在于训练成本之高，就在于人的马术是没有外力可依靠。谁能想到这玩意还能偷懒呢？不愧是在宫里偷懒了这么多年的陛下。这玩意也要赶工，能赶多少是多少，明白吗？你小子早敲点20段就行，来不及了，数量为上，数量为上。爹，陛下的法子真行吗？且看这把刀利不利吧。对面拖了我几个月，真他娘的是疑兵。将军如今应当分兵去帮张合。不可不可，还是抢进陇右收复失地，直接将赵云打残，试探着攻入汉中。众说纷纭里，曹真敏锐捕捉到了一个消息。诸君，赵云还不知街亭已败，还以为我等正受他蒙蔽。此时进兵，赵云必然全无防备。好啊，有理。报，曹真的兵马从梅城出来了。赵将军以为如何？末将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双边马镫好配，没铁的也能做木头的。那些用上了灌钢法的素铁刀却不多，只有800把。800足矣。这样的场面还真是久违了。2、3日前，马谡在街亭临阵脱逃，弃大军于不顾。丞相为救陇右百姓，蜀中袍泽，正与张合对峙，而曹魏的援兵源源不断，这一战多半要输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曹真如今发兵打来，我们能怎么办？不少人看向两侧，还有人转望后方。虾市民知道，这些人是想逃的，
是能逃，但能逃到哪里去？今日逃了，再想北伐成功，必是千难万难。曹魏迟早会有一天杀出大山，杀进汉中。曹军的军纪，你们也该知道。不经屠城，不经掳掠，你们的家人也好，朋友也罢，只能凭运气论生死。即使活下来，你们的土地也所剩无几了。即使有地，地里的东西曹魏也要收你60%到80%的税，也要给曹魏的世家当奴仆当狗。你们这些人有的是汉中来屯田的，离家屯田当然是为了保卫乡子。如今刀剑在手，是任人宰割，还是一走了之？还有人是老了伤了，曾经也是去过夷陵，打过成都的，也是天南海北死人堆里滚过来的，怎么着？从一个乱世往另一个乱世里逃，还没过够吗？朕也不跟你们说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，也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大汉，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大汉。民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都不是一时片刻能说清楚的。这句话落下，确切来说是虾世民的第一个字落下。三军终于忍不住喧哗起来。这是成都城里的皇帝。赵将军都没说话，赵将军还站在他身后。他真是皇帝。朕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朕反正是不想逃了。朕不能再逃到丞相背后，不能躲在成都城里。朕今日明白，告诉诸位，曹真打过来了，朕要再把他打回去。这一战朕不要别的，就要你们令行禁止。牺牲的弟兄朕不会吝惜抚恤，活下来的朕带你们去北方转一圈，衣锦还乡。朕乃大汉天子，临阵讨贼，可愿随朕出征？奉吴王之命，击鼓进军。这场击鼓之战的开始，曹真脸上写满了笑容，他信心满满，志在必得。待虎豹骑冲起来，赵子龙不败将军的美誉今日便要破了。拔营后撤。将军今日气吞万里，不仅一血数月之耻，还能追到汉中，冲溃蜀军的城寨。暂缓推进步兵，虎豹骑冲锋开路，追上去。前几营兵马不必恋战，一触即走，将曹真引入击鼓密林。赵将军组织兵马断后，放箭3轮齐射。长枪列阵，谨防骑兵突袭。他们精锐之处只在赵云一部，其余兵马除了老弱就是新兵，被追了这么久，早无阵心，不足为惧。大汉天子在此，曹子丹还不受死。接着马蹄声荡起包挟400里尘埃，虾世民双刀出鞘，眉目似火，侵略也似火，宛如是出水的大风歌正在飘扬，又好似西楚的霸王于江东卷土。这谁呀？这年头哪还有这样的大汉天子啊？这特么总不会是成都的流产小儿吧？已经多少年不曾回到战场，不曾这样领兵冲阵。重回21岁的虾世民此刻忍不住放声大笑，他又一次确认自己就是属于战场的，自己从来都是战场的神。真是被小瞧了，流产小儿太过猖狂，连马铠都没有一件，也敢冲长枪方阵。本将今日便要生擒了蜀汉皇帝。蜀汉穷成这个鬼样，批装备都没有，拿什么冲阵？赵云也是老糊涂，失心疯了，陪着胡闹。先恭喜将军立得大功。以刀斩矛，出刀的角度很难掌控，矛的硬度也很难一刀两断。这蜀汉的小皇帝怎么还勇武不亚于关张呢？其实这种局面里，虾世民也好，赵云也好，一将之武力并不能力挽狂澜。但曹真放眼全局，却发现蜀汉的骑兵没有无勇，同样能破长枪方阵。曹真瞳孔一缩，这特么轮不到他擒蜀汉皇帝，是蜀汉的小皇帝要万军从中取他首级。他们的骑兵怎么能个个双手持兵？这是什么鬼刀？一刀能取人性命，那得破甲多少扎？铸铁刀一般般吧，比唐刀还差点，也就简简单单破甲30扎吧。将军撤吧！他们只有这800骑兵，无论有什么妖法，只要挡住这800骑兵，那些老弱残兵绝不敢战。我们不胜也是胜。
在密林里，胡兵乃至此前诈败的零星兵马冲杀而出。你到底有什么鬼神相助？懂不懂御驾亲征的含金量啊？咱们的皇帝冲杀在前，疑兵也能燃起斗志，败兵也敢奋力死战。撤退！磨了这么多天刀，你现在想跑？虾世民拎着素铁刀，一昼夜行200里，咬着曹真在打。1日8战，8战8胜。陛下已有大功，如今士卒疲惫，再追若是让陛下有性命之忧。赵叔，你怎么跟刘洪基似的？你不该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一身都是胆，长坂坡也好，汉水也罢，你该比我还能冲。刘洪基，无职公使，公持枪相随，虽百万众奈我何？赵云一个机灵，陈年的血被这句话从胸膛里点起来，宛如他30多年前初见刘备，第一次知道原来天下生民何该有救，原来自己一身武功不会蹉跎。赵叔走了。这一战，虾世民不时2日，不解甲3日，行军400余里，杀穿了整条包斜道，斩获俘虏数万魏军，一路杀到斜谷关下。曹真留一步断后，狼狈弃关而逃。休整2日，2日后大军出关，马踏关中平原，直逼梅城。梅城离长安只有200多里了，大汉就都，遥遥可望。陛下，咱们没带攻城器械啊！何必攻城？曹真输了这么一大仗，今后的地位必将一落千丈，他一定会找机会打回来。朕也愿意给他这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马镫这玩意是瞒不住的。如果曹真固守梅城，不多时也能从溃兵口中得到消息，所以我直接让曹真知道了。我猜他一定会把自己兵败的原因全都归结到马镫上。朕给他2日的时间，他一定能给他残余的虎豹齐配好马镫。有了这等利器，他当然敢跟朕出城一战。那陛下可有胜算？朕就是胜算。这人怎地如此胆小？你等着，朕必让曹真出城。这会儿曹真还在纠结，他的确打好了马镫，也知道这是骑兵之利器，但他总有种担忧，自己输的这一战似乎并不完全是马镫的原因。如果梅城再失守，自己都没脸再回长安了，还是先守上几天，先等等。要是张合在陇右打开局面，就变成刘禅跟赵云进退维谷了。禀将军，城下有动静。不就是交战吗？理他干嘛？斥候顿了片刻，硬着头皮道：不是寻常交战，是蜀汉皇帝亲自来了，就带了3、5骑，在那大骂您8辈祖宗。我他妈真是给他脸了。毕竟不是谁都是司马懿那老阴笔，曹真一个按捺不住，就上了城头，恰望见不远处的虾世民大笑大骂。曹家都是缩头乌龟，曹孟德宛城兵败，就缩在典韦胯下。曹丕当了一辈子孙子，终于苟到皇位，今日的曹真也不遑多让啊！出城列阵。出城列阵。急了急了，忘了让我怎么揍的了，还敢跟我作对？真有那么10几骑虎豹去追出，却用生命给曹真生动表演了多天课来的骑射。追出来的10几名虎豹骑，一个活着回去的都没有。哇！陛下好弓马，好武艺。步卒压上去。两军步兵厮杀之际，一团骑兵伏兵，一方是大胜新军。此消彼长之下，被杀了个五五开，但曹军兵力更盛。若不是七旬老将枪舞梨花，定是能带着赵武跟虎豹骑对出，汉军的战死就要被撕裂。死里逃生，又休整了2日的曹真，此刻才终于吐出口浊气。刘禅小儿也就凭着马镫这些小玩意占点便宜了。不对，以前的传言都不可信，刘禅绝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指挥方权的无能君主，至少这次在战场上就绝不可能老实。战场时机稍纵即逝，如今胜机在手，曹真也不多思索，果断率大军猛攻，要把蜀军一鼓冲退。虎豹骑统领，还是朕来教教你怎么用骑兵吧。往魏军的前后部交替之处，随我冲！当魏军前后不相接时，率部大喊：“以擒曹真，降者不杀！以擒曹真，降者不杀！以擒曹真，降者不杀！”坏事了，前部迟迟收不到命令旗号，肯定会撑不住溃败。要士卒无论如何拦住刘禅，只需刘禅一死，蜀汉不攻自破。于是，一层层的穿插着边缘的虾史也就插进，是魏军大败，这让他反而镇定起来。曹真这么应对，那他前军崩得更快。但凡自己能撑小半个时辰，没成他就别想要了。至于能不能撑住嘛，此一战，虾世民从曹真阵后杀出，复又突围出阵，身中4箭，
手刃60-70人，两刀皆缺，流血满袖，撒之赴战。终于曹真军溃，曹真仓皇逃向梅城，而没了虎豹骑牵扯的赵云，早已先曹真一步冲到梅城城门附近。当曹真一撤，越到一瞬间枪支如自虾市民至成都起，不过10余日，这场北伐从街亭一败，即将无功而返，变成了赵云镇守曹真，大汉天子据梅城而望长安，威震天下。当梅城战报传到街亭的时候，诸葛亮翻来覆去读了3遍，然后又发给姜维、魏延和王平。自己往后一躺，宛如陷进了什么梦乡，又像终于把陈年的重担从肩头卸下。丞相，你总不会觉得这是真的吧？这么大的动静究竟是有是无，没人瞒得住。伪造军报没意义，道理我都懂，可这他娘的怎么能是真的呢？姜维比魏延还猛，他仔细端详着那战报，端详着陛下出宿铁刀，双边马镫，以800人冲破曹魏数万，端详着陛下3日不解甲，杀穿包血棒，端详着陛下率3、5骑挑曹真出城，复又凿穿敌阵，吸引兵力，端详着最后的流血银袖，洒而复战。扑面而来满纸的刀光，满纸的义气。这还有我什么事啊？丞相，你有必要藏着这么个陛下不用吗？丞相，既然梅城已破，长安近在咫尺，那张合必然退兵，我们还要不要追？诸葛亮还窝在哪？窝在他久违的放空的歇息里。就在几天之前，他已经做好了退兵的准备，同时也做好了收拾国内的波诡云谲、改良军备盐铁之事。诸葛亮甚至在想，以后还要不要派人去这么重要的位置？即使这任务并不艰难，自己也该亲自过问，事不攻击，才能万无一失。至于会不会先把自己熬到油尽灯枯，诸葛亮没心思多想。让爷曾想过，公子可能叛逆期，你是要收拾的责任是更多。大了，终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扛。即使公子的手段还有点稚嫩，凡事不得其法，那都是没关系的。主公，公子终究成为了我们的同路人呀！我会等着他一天天弓马娴熟，政务老练，就像主公你等到云长水淹七军，等到子龙汉水大捷，等到臣木多年邪民渡江后，变成一个个如今的我一样。臣相信，终有一天，陛下能跟臣一起同出祁山，还于旧都，还天下人一个以民为本的大汉。可没想到这场赢了，还是如此酣畅淋漓，如此睥睨天下的大胜。军师保重啊！丞相，从未见过丞相如此开怀。离诸葛亮上次这么小，也有20余年了。那时他刚刚出了隆中，说待我定了天下，再回此躬耕。追，当然要追。我看陛下用兵得势不饶人，侵略如火，离长安城这么近，他必然会去探探长安虚实。我们要咬死了张合，不能让他阻拦陛下后路。他像是年轻了20岁，他径直下令道：张合得信比我们晚不了多少，3军造饭，准备袭营。是。当万事张合刚开始南攻的会议，诸葛亮果断倾巢而出，终究是丢了上万死伤在后头，才得以撤回关中。这会儿虾市民已经率骑兵在长安城下兜风了。曹睿这女装大佬，养气功夫确实不俗，任由挑衅也闭门不出。陛下够了吧，可以回去了吧？不急不急，朕还没见过这会儿的长安城呢，多看看，反正日后迟早要来打。趁现在长安城里兵马不多，不能主动出击，当然要把附近的地势都勘察清楚。哼，那你也别自己就带3、5人随便就跑出去探路啊。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就这样，大摇大摆转了一圈的虾市民，大手一挥，终于撤军回了汉中。赵云跟魏延固守陇山至梅城一线，从此雍州3郡乃至整个凉州进入季汉之手。陛下万岁！大汉万岁！万岁！走过隋末的乱世，就没见过不怕兵马的百姓。直到贞观年间，大军过境才不那么惊扰生民。这皆是诸葛丞相之功也。大汉有陛下，乃天下之幸；大汉有相父，实乃千古之幸。之后的1年里，关兴感觉自己忙成狗了。宫里发出的政令，一天能赶上以前2年半。隋唐时期的粮食贮藏技术，
投石车改进工艺，当然也缺不了开辟凉州、疯狂养马，一项项的全从成都递出去，让蜀汉的军工体系整个提升了几个档次。老陈真觉着跟梦里一样，仿佛先帝还活着。先帝哪有朕这么多本事？陛下还是要守忠孝之礼啊。这几个月诸葛亮又忙碌又轻松，加班晚了还会被虾市民拉着喝酒，风度翩翩如孔明，也会喝出6分醉意。能令朕心安的，除了捷报，除了魏征那狗东西的谩骂，就是这些百姓的笑语了。魏征是谁？魏征就是魏征啊！狗东西烦人的很。你觉得夏天太热，想修座宫殿，他非得跳出来对你；你觉得兵马太少，想降低征兵的年龄，把少年人也拉进来，那厮又跳出来对你。你朝令夕改，你没点一言九鼎的模样。你要是觉得他烦，他还对你。你当初是要做明君的，你听见我对你，你很开心的。现在都敢摆脸色了，朕有点想魏征了。臣虽不才，也能当陛下之魏征。要是魏征听见你说这话，他能兴奋到揭棺而起。你们吵够了没？现在几点了？不用睡觉了。你有没有公德心呐？又吵又闹的，街坊们不用睡觉了，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！滚开！几乎全醉的大汉天子拉着一头雾水的大汉丞相就往宫里逃窜。好了一半，风吹脸颊，虾市民醉得更厉害。忽然捧着诸葛亮的脸，朕从梅城回来那天就想说了，朕终于见到真人了啊！相父，你比画像上的可好看多了。陛下以后还是少喝些酒吧。朕没醉，朕还记得找你来干嘛？你不是改良了不少严谨，处理了不少政务吗？这些东西最终都要人来行事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官员里边世家门阀的人太多了？岂止是太多，简直近乎全是。相父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跟世家门阀明争暗斗，可太坤巴难了。那陛下有什么办法呢？直接开科取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今就算开科取士，也要在这些所谓世家里取。毕竟除了世家，寒门也好，百姓也罢，连书都没有读过几本，就不能让百姓也读书吗？以竹制简，以帛制书都太贵了，寻常百姓用不起。我也记不太清了，我记得不是有纸吗？木头就能做纸，只要把字印到纸上，是不是就能大规模推广？诸葛亮沉吟片刻，想问怎么把字印到纸上，忽然又念及应允之术，骤然驻足在长街之上。朕也记不清许多，朕就记得军事上的一些东西。反正玄奘回来的时候是用纸印了不少经文佛像，你回头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弄的。以印章之法对照印染之术，造字板贴上书稿，再将木板无字部分削去，就能刷墨印书了。啊！陛下果然是天赐之才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啥都没想起来啊！你特么才是天赐之才吧？就这么着，雕版印刷术提前个几百年，出现在成都城内。厉兵秣马1年多，东吴那边几次三番示好，却死活没有什么北伐的动作。这无耻老贼，等自己真攻破长安，说不得还能再玩一手背刺盟友。没有东吴当盟友，驱使其他势力就好。陛下是只嫌卑人。是啊，你不本来就跟科比能有来往吗？陛下，臣向来持身清正，如何会与外族勾连？诸葛亮联系科比能，那是很多年后的事了。自从第一次北伐失败，丞相怕是什么法子都用了，这才找的科比能。苦了相父了。诸葛亮已经习惯了虾市民时不时的古怪感慨，他尽职尽责劝道：陛下，即使为了光复汉室，也还要再多斟酌。没关系，不就是鲜卑人吗？等灭了曹魏东吴，最多2年，朕就让他们能歌善舞。为什么陛下这么熟练？无论是治军还是施政，无论是安抚世家还是拉拢外族，这套流程仿佛走过一遍一样。诸葛亮还是决定不去深思，只顾埋头筹集粮草。但等虾市民联系好科比能，就发兵中原。最近曹睿很焦灼，其实从去年曹真死了，曹睿就很焦灼。他觉得剧本不该是这样，至少曹魏要亡也不该亡在自己手里。刘禅又来了，还旗号鲜明，大摇大摆，遮都不遮一下就冲着长安杀过去了。陛下勿忧，还有陈仓定在前面呢。即使打完陈仓再打长安，那他们也无法对抗洛阳的大军。我们有10胜，
蜀军有失败，潼关天险，牢不可破。别说刘禅小儿只是带了10万兵马，再来10万也没用。插出去！诸君，此城存亡危急之秋也。诸君就无一言以交朕吗？还是司马懿硬着头皮站出来，他是托孤之臣。曹睿把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他没道理不出来。为今之计，要么陛下再次亲征，去长安与蜀军决战，要么层层防守，大军随时出征，待蜀军力竭，则一鼓破之。层层防守，都丢几座城啊？会不会连洛阳也丢了？臣愿领大军开赴长安据蜀，绝不让蜀军跨过长安一步。准了。话说赵子龙西进七出长坂坡一杆银枪，有36套招数，凶猛无比，杀得长坂坡溃不成军，不愧是一代虎将。哟，在说朕小时候的故事呢。朕打小就猛，尚在襁褓之中，就能领着一个骑兵，在100万曹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。但那长坂坡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不仅长得如花似玉，也是怡红院的头牌。你俩一个比一个野。过去1年损兵折将，曹魏的家底也没那么厚，洛阳也只能掏出10万兵马，再加上留守长安的魏军，号称20万，与蜀军对峙。陈仓此地，陛下不必理会。亮当初出谷便是一座城横在那里，不打不行。如今我直接率军从陇山出发，留3000兵马盯住陈仓，不令他出城骚扰粮道便是。是急，陛下对上司马懿有几分胜算？9成吧。才9成把握，那和送死有什么分别？诏书不来嘛。子龙将军是想来的，但身体实在不如之前好。这岁数的大爷过了1年就变化极大。诸葛亮又像个男妈妈，喋喋不休，千叮万嘱，把曹魏里诸位重臣的情报全给虾世民又念了一遍，还特地说了：司马懿此人城府极深，比曹真难打。这老乌龟在没看到胜算之前异常能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难打你不也打赢过吗？我照猫画虎还不会吗？行了，相父你筹措好粮草，照看好后方，朕去还于旧都了。儿郎们，让中原大地在，见见汉家威仪。随着一声令下，3军飞渡岐山、陇山，没人后方撤出，粮草3周筹措，这条路下市民走得无比顺畅。本将刚斩了曹真，这次怎么就不能再斩个司马懿呢？子龙总要给后辈留点出头之功吧。实在也不是想要军功，就是感觉陛下还那么点大。头前冲阵，我又不在旁边，多少有些牵挂。要是姜维这小子表现不好，老夫一定给他个教训。怎么了？启禀陛下，末将得到消息，魏将张合也以盐渭水出征，率兵3万去偷我军后方的韦里城，我军如何截击？这次连对手都一模一样啊！姜维眨眨眼，不懂，只愈发觉得陛下深不可测。不必管张合，放他过去，也放他拿下韦里。是。啥？虾世民没笑，盯了他一眼。姜维打了个颤，急匆匆出去传令。这场打的就是一个诱敌出城，放张合过去，韦里城是大城，3万兵马也不少，足以威胁粮道。如果张合用来跟司马懿夹击长安城前的主力，也轻而易举，几乎有7、8成的胜算，乃至有机会直接擒下我。末将知道陛下是想逼司马懿出兵，所以卖个破绽，可没见人这么卖的。朕见过。那是诸葛亮第4次北伐，也是司马懿第1次与诸葛亮交手。只可惜诸葛亮虽然赢了，假手3000，射杀张合，却没法子打出更大的胜负。这次就不一样喽。张合攻入韦里城，鲜卑柯比能的兵马也与魏延所部会合，从北地郡方向突入晋地，居高临下劫了一波曹魏军粮。猜猜看司马懿会怎么办？蜀军偷袭粮道，多半是为了支援攻城主力，想要分散自己的注意，好让蜀军主力有回头抢救魁里的机会。无论怎么讲，
前后夹击，兵力20万对10万，优势在我。3日后，司马懿出城列阵，张合所部杀到渭水河畔，摆出六花阵，王平率2万兵马迎击张合。是。吴懿坐镇中军，得令。廖化、姜维分领左右2军与司马懿决战。是。我带60骑寻一处高坡，吴懿你须打起了12分精神，死盯住战场变化。是。 20多万人马在关中平原上厮杀了1个多时辰，张合忽然发现自己冲不出去。这是什么鬼阵法？自家3万人稀里糊涂被他2万人包围了。而前方司马懿占据上风，又厮杀了2个时辰，人满皆疲乏，胜败落乍眼间。虾市民那60骑动了，司马懿只看了一眼，便心头一跳。60骑能破我20万大军，无论这60骑造成了多少杀伤，都要把他们拦下。老毕登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？日你妈！60骑玄甲军悍不畏死，狼者披靡。再冲！骑兵没有俯冲而下的优势，这距离根本冲不起来，务必要大军堵住这60骑，斩杀蜀汉皇帝。这条命令刚下没多久，魏军兵马的调动就更杂乱，有那么一个很短的时间，基本没有阵型可言了。就是此刻，出兵！这些汉军之中擅长骑兵的将军，藏了2个时辰，眼都急红了，终于得见天日。打到这个程度，用不着司马懿判断，魏军人人都知道要输了。中军迎上去，只要让骑兵冲不起来，秦下大汉皇帝还有胜算。将军，这岂能拦得住？阵前抗命，是都想死吗？这他妈什么操作啊！废话，刚要是直接跑，那就是兵败如山倒，不仅跑不出长安城，还会被骑兵追上，当然要找人替我去死。你往哪儿跑了？你这个畜生你啊！司马懿睁大了眼，只见到大汉皇帝弓如马跃，一阵如流星飒沓，20万魏军大溃，自相践踏。这一日，长安城复见汉家威仪。既破长安，虾市民顺势杀入境地，跟魏延合兵，东渡黄河，绕过了潼关，就直扑曹魏京城洛阳。陛下，这是不是太快了点？不快，一夫有死，皆量之罪。咱们这位丞相是个豆腐心，再拖几年，曹魏又拉起一批壮丁，真打杀了，丞相心里不舒服。更何况朕天授之人，3年定曹魏，以嫌太慢。虾市民心情很好，洛阳城里的曹睿则连拿捏群臣的心情都没了。让长平侯回来吧，带着东县的10万兵马，东吴不必防备了。如今的局势，孙权比朕清楚，他一定会出兵攻巴郡。臣这就去下令。洛阳城防就交给你了，别让朕失望。自家老爹和司马懿都兵败身死，我指定是玩不过刘禅，就别送了，牢牢守城还有希望。到时候曹休带10万兵马回援，东吴偷袭巴郡，刘禅疲弊之师怎么也该走了。是。建兴8年9月，秋风初起，那场人人都知道注定会发生的偷袭，果然还是发生了。东吴又一次被蒙偷袭巴郡，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被说降的人是李严。江州倒戈，整个巴郡顿时动荡起来。东吴水师趁势攻入，再往深里走，那可就是成都。陛下，要不还是回吧。朕相信丞相，就是东吴倾巢而来，丞相也必定让他们无功而返。他们打他们的，我们打我们的，算算日子，曹休也该到了。3万兵马新至虎牢关，虾市民带魏延勘察地形时，遇到前来突袭的一队虎豹骑。哟，眼见突袭不成，曹休立即后撤。这厮很谨慎啊，得用个真情报才能调出来。真情报？是啊，丞相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吗？自己如今荣华富贵，身在东吴也并没有被冷落，几个月前还跟着都督率军平叛，这点就比在蜀中强。
怎么叛乱多还降呢？太乱着，军功就着，军功着，升迁就快。你就是为了这些，所以判了关将军，你后悔过吗？这有什么好后悔的？那老东西仗着自己能打，连府口都不容我拿点，他早该死了。电浆成手用看猴一样的目光看着糜芳，目光古怪，带着点怜悯，又带着点愤怒，更多还是属于看猴。你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来跟他说吧。你想怎么处置他？这一天到来之前，我想过很多次，我也想了很多骂他的话，想了许多折磨他的法子。可今日一见到他，听他说了那些理由，忽然就什么都不想了。多谢小人，多谢关二哥。关某只想杀了你。糜芳医师，我对关将军的恩情已报，诚愿献城投降无阻。电浆城手投敌的消息很快传开，益州诸多城池皆被说降，看起来声势颇为浩大。这浩大的声势传到了曹休耳中。禀告将军，事后传回消息，陆逊在益州北部截断粮道，刘禅缺粮了，又向退兵回援，意图截一波秋粮再退兵。好，只等刘禅放人出去找粮，营在空虚之时大举进攻。爸，汉军正在割粮，所有战马都任意放牧在草地上，已无战意。等了这么多天，终于等到东吴的好消息，终于等到这个梦寐以求的好时机，那就打。曹休一路追到虾世民所在的高原，高原的草地上只有零星的马，虾世民的主力不知去了何处。派出虎豹骑再探。将军，连日暴雨，道路泥泞，士卒个个面带疲惫，有很多士卒的脚趾都已经露了出来。蜀军也是如此，只要谁想着退，谁就一定会输。爸，临一处高坡下发现了几千避雨的汉军。曹休也不迟疑，带兵就冲过去。只是曹休自己也没想到，仅仅是大雨之中2次高强度的行军，就已经有人掉队，有人逃亡。兵马就地驻扎，遮风挡雨，召集将领议事。这种状态还打下去，多半会打成烂仗。到时候对面是皇帝御驾亲征，未必不能破了自己。他不得不把营中的将领都找来，想问问他们的意见。脚下的大地突然浮起，曹休这么正，这种人他很熟悉。强者不杀，曹魏今年便灭了。或许是因为摔了一跤，曹休的神色还很恍惚，他想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就输得这么干脆利落。接着曹休就看到了虾世民的鞋，虽然是个寻常的鞋子，却也明显能看出没穿几天，没被磨破，也没被雨水泡烂。这鞋是单你有，还是你们所有人都有？谈不上都有，7、8成吧。我输的不冤，不过你真不回去看看吗？既然你都输得不冤了，孙权这等跳梁小丑又怎么可能从诸葛丞相那赢走这么多地盘呢？你与诸葛亮做的好局。这当然是我做的局。在李严投敌之后，瞬间就想到了这个办法，把许多地方大员直接派去东吴做无间道，四面楚歌。情报送到前线，曹军自然会有所动作。那陛下一开始就知道吗？不知，但我觉得陛下肯定能懂，也肯定能赢。而当北方的战事大定，益州投降的官员又一次揭竿而起。诸葛亮亲率大军入江水战，关兴横刀立在船头，准备开跑！东吴船只顿时燃起滔天大火，
关心就在火里插不下，小的声泪俱下。爷，您没守住的地方，丞相替您守住了，我这就能替您报仇了。建兴8年腊月27，洛阳开城投降。建兴9年正月初1，虾世民改元贞观。贞观元年，虾世民与诸葛亮水陆并进，还没推几个城池，孙权便遣使投降。告诉你主，俯首待裁便是。若还有什么话，留着跟关将军去说吧。贞观元年3月，自合肥发兵南下，与诸葛亮水师会合，破建康，戮孙权，自此三国归一，再造大汉。据说这天早春3月如梦，赵云人已经在病榻上躺了很久，忽然回光返照，跑到昭烈皇帝的墓前，拉着诸葛亮，一人一口酒灌着。赵云喝完了2坛酒，笑呵呵的安然辞世。诸葛亮还是没能顺利功成身退，南阳的地回去看了2趟，又被虾世民抓到长安当丞相。贞观3年，虾世民重开西域都护府，北边的异族有一个算一个，至贞观5年，全打到称臣拜见。30岁的虾世民又一次成为了天可汗。而很多年以后，在朝堂上对了虾世民一辈子的诸葛亮，终于要先一步离他而去。相父，你可还有什么心愿？臣就是想问问陛下，可以不答？臣那个不成器的陛下去了何处呢？若是那个陛下在此，大汉于臣又是什么结果？虾世民默了默，他知道诸葛亮早已察觉，多智如捧，又怎会对他的变化视而不见？只是没想到他这回才来。阿斗啊，或许去了另一个皇帝身体里享福了。阿斗要是一直在这里，街亭拜后丞相，你就很辛苦了。没有我来的时代，是一切梦想破碎的时代，是所有高歌拔剑的英雄洒尽燎原血却换不来朗朗乾坤的时代。数百年山河破碎，中原路沉，世人行事不再坚信正道的力量。朕是最终结束那个乱世的人之一。原来如此，那这一次提前到了陛下的时代，愿陛下慎之察之，开万世不朽之功业。悠悠苍天，独厚于我。相父。为图将军之志，亮愿效犬马之劳。